因为中国大陆的北部战区也一定要瞄准日本的，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区也一定要瞄准日本。那朝鲜对日本的态度一定更联合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来瞄准日本。我觉得日本从过去的无害啊，它相对安全，有美国的保护下，美国现在退到第2位，然后由日本顶在最前面，这个对日本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日本真的是自己要想清楚。我刚才特别讲到的第一岛链哦，这敏感神经还包含的是中日两国的关系哦。那我们看到日本要加速他们国家正常化，那最新也公布的是防卫白皮书，那这页数还创下了是历史记录。那它里头的内容哦，其实有大胆的预警北京可能会用海警船来锁死台湾，但吊诡的是今年哦又悄悄的把台湾攸关日本安保的字句哦给删除了。好，这到底是对中国展现强硬呢，还是切割台湾？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哦，也就是这个防卫白皮书2026年最新版的哦，总共几页呢？刚刚一轮说创纪录哦，来到了598页。好，那就是示警中俄朝联动。好，那也说北京哦有一招来锁台。好，这本白皮书里头说，中俄还有北韩日益加深的军事协调，正提高着日本的安全风险。好，包含中俄轰炸机巡航区域挑衅，那俄国协助北韩推动军事现代化。那甚至报告里头还说啊，中国海警船可能被部署用以封锁台湾，那强调台湾周边的稳定对国际社会十分重要。那日本也有必要持续的关切这个情势的状态。那我们就看看哦，这日本防卫白皮书，因为我们没办法看到598页的这一本嘛，哈，其实他们有推一个短影音。好，我们来看一下里头的内容。中国继续以高速度增加其国防费。与日本相比，在规模上有着巨大的差距。此外，最近中国航母在太平洋开展活动，中国还与俄罗斯进行联合演训，其军事活动变得更频繁。俄罗斯继续侵略乌克兰的同时，也增强其军事实力，而北朝鲜也继续开发导弹。见了吗？它是用中文配音，所以这是他们的中文版。那除了日本英文，就还有中文版。那直接也说明了中国国防预算增加、航舰进出太平洋跟中俄联合军事活动等安全威胁。那日本防卫省是说啊，这个强化防卫能力哦，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让潜在的敌人认知到，即使攻击日本也不会成功，反而会蒙受损失。要建立嚇阻力，避免战争的发生。好，那日版的新版防卫白皮书哦，它也提倡要结伴应对华挑战。好，当然这也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啊有做相关回应。他觉得这个白皮书啊根本是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的危机，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制真军事松绑来找借口。那中国媒体嘲讽这个日本的白皮书，我们看到新浪新闻有特别讲说啊，这是他们呢用动漫来包装的军国梦。好，可能就在讲刚刚这个短影音啊，因为看起来都是比较梦幻型、这个动漫型的样子。那一轮刚刚不是有讲到吗？他们的内容里头啊，其实有特别删除了去年曾经提到的台海攸关安保。那大家就想说啊，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敏感呢？那因为呢，现在看起来哦，有一些这个不断扩大，也是共军的航舰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那中国大陆的相关军事活动哦，是严重关切事项跟空前大的战略挑战。所以这个台海攸关安保今年被删除之后，也有人认为啊，是不是在切割赖清德呢？还是因为去年11月7号讲这个台湾有事的言论，真的是怕丢啦吼，所以今年不要再触碰这些敏感话题了。好，那这个新华社港媒则是报道说，新版的白皮书实为高市政府的扩军路线图，它释放的就是日本进一步要突破战后体制，然后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那分析人士就分析说这内容上面的调整变化，充分暴露了是高市政府的战略谋图，好，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的扩张，还有武器出口的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的扩军备武的政策体系。
但我们要看到，其实国内还是有人对于目前日本政府的一些政策表达不满。好，这是市民团体觉得鉴于2战时期的历史教训，所以绝不能允许日本政府推动修改安保3文件和无核3原则。他们要求政府在确保日本安全时，要摒弃核武跟军备的扩张。所以日本长期有32个团体是抗议这个小泉的永和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日本的民众对此也不太开心。那日本跟美国最近一起联手来救日元也是掀起了这个全球的关注。好说其实这早在1月份就开始规划了，并不是临时决定的。所以美方官员透露一些讯息说因为高市早苗1月解散众议院，正值陷入了一个空窗期，所以使得干预协调的计划没能实现，所以就往后延了。那美国财长贝森特则说川普政府会不惜一切的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汇市，前提是对美国经济跟美国纳税人是要有好处的好，那美日联合救日元是不是有什么算盘呢？国际金融协会资深的经济学家就说川普上来不会提供免费的午餐。好，所以呢，除了协助立场保守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稳定局势，美国也可能借此要求日本要加快对美投资，而且在后续的贸易跟国防谈判当中做出更多的让步。好，也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每件事情都有它的代价。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日本2026防卫白皮书598页创下纪录。好，当然我们刚才里面讲了很多的内容。好，赖老师怎么看呢？日本从修改这个武器出口3原则当然这个无核武的3原则目前来讲还没有改变，但是这个国防部的部长小泉他就一直主张说要没有禁忌的来讨论这件事，但是以目前日本的社会还是不同意、不接受。日本转向为有核武的国家，或是引进核武的国家。但是从这个武器出口3原则的改变，再加上他的国家情报局选在7月31号731这个很挑衅中国的日子来成立这个情报局再加上这一次的国防白皮书，国防白皮书有它的严肃性，就代表说日本它事实上本质上已经改变了，它的性质上已经转变了。这一转变会使日本过去的无害的国家，因为过去日本是在美国的保护下，那美国负责日本的安全相对日本就成为一个无害的国家。那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变成有可能是有害的国家了。所以他说他是受到中国大陆、朝鲜跟俄罗斯的安全威胁，所以他必须要变成自我防卫。但是事实上，当他把美国，因为美国原来是站在第一线美国负责日本的安全，现在变成是美国要退到第2线，由日本站在第一线的这样的一种角色转换的过程中，日本就变成对中国、对俄罗斯、对朝鲜是有害的了。一旦成为有害的国家，那这些国家它一定会一定会调动它的部分的力量，用来针对日本。所以反而是把日本真正的引进了战争的可能性了。因为中国大陆的北部战区也一定要瞄准日本的，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区也一定要瞄准日本。那朝鲜对日本的态度一定更联合这个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来瞄准日本。我觉得日本从过去的无害它相对安全，有美国的保护下，美国现在退到第2位，然后由日本顶在最前面，这个对日本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日本真的是自己要想清楚。那我们要问的第2个问题就在于，日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转变？他如果做这样转变，我们就看说好，他透过他的整个军事力的一个转变，能够把部队投到海外去，能够生产武器装备卖到海外去，他要对于亚太地区构成更大的影响力的话，那我们要问的第1个问题是，美国答不答应？也就是说，他如果要越过美国，或者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同不同意？那如果美国不会同意，而他硬要做的话，会不会变成美国跟日本之间的问题？那如果美国不同意，日本就不能做，那日本这样转变对于他来说，他带来多大的好处？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日本的这一届的政府，他到底有没有远见，把日本看得更远？永明教授怎么看？
我的感觉就是日本想做副警长，就指定大坏人啊。那其实他指的日本周边有8个地区、8个区域是受到威胁，影响到日本的安全。那有3个其实是从冷战就一直存在，北方四岛跟韩国的独岛、主岛以及朝鲜半岛的情势。那其他5个都跟中国有关，也就是中俄在日本海的出现，东海钓鱼台水域，西太平洋中国的船舰的出没，台海问题跟南海问题。可是各位，中俄的联合演习其实已经25年了，而在去年之前，日本没有把它视为太严重对日本安全上的威胁啊。那我们看这一年跟去年中俄的联合演习，其实大概也都维持那样的一个固定，都在公海上。那因此你就看到，就是他是真的想做副警长，因为在整个第一岛链上，美日安保的关系，他知道美国开始在跟中国的竞争对抗过程当中，他需要协助，需要一个代理人，需要一个副警长。澳洲太远，澳洲以前摇旗呐喊很想做副警长哦，但是他距离太远，人也太少，国力不足。而这个时候，日本又刚好你看到他在工业、贸易，甚至日元密切的仰赖美国的合作。那甚至这2天还说日美这个货币联盟啊，所以现在不只是安全联盟了，进行到货币联盟，那真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所以他需要一个就是指定一个坏人这个对象，那当然就要能够去合理化他高达到9兆日元的军事预算，他开始要准备修改宪法，他开始要讨论核武的可能性。这甚至现在已经试射了美国买来的战斧长程飞弹1600公里，那所以这些都在去面临到要怎么去转化，从以前和平主义，从以前就是基本上是以贸易为主的，我们叫做Yoshida Doctrine 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下，那转化成为一个亚洲的军事大国，那这也是他们日本右翼希望的这个发展方向。可是这个是真的对日本有帮助吗？你想想看，日本现在整个它的经济、货币、通膨，然后呢，社会以及整个就是国家的这些科技的发展，那现在面临到又要发展军费，又要投注稀土，中日关系又恶化，然后呢，消费税还要减掉，那这个钱哪里来？那整个日本现在面临到的是整个这个国家治理方向很混乱，但是呢，附属于美国跟大国之下的这个命运呢，可能是逃不掉的。好，所以这日本听起来就是一个内外交迫的局势了哈。好，郑生教授怎么看呢？我觉得日本就是当然因为它过去的历史必须跟中国之间这个情节是让它成为一个忧虑啊。我这次去大陆，我特别在山东威海刘公岛去看了一下，我就想起来了，原来不是只有南京大屠杀这个100多年前，如果你去看那个威海的这个海战就甲午战争的那个整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些战士是被掳到日本去，要求他们投降，没有投降，现在做了一个后来最后终于做了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就是你在山东就看到有中文、有英文、有韩文，就是没有日文。那个情节不是我们在台湾能够了解的就是那个整个过程是国仇家恨，国仇家恨。所以我碰到的人，他们就讲，日本人敢在这里嚣张一下，我们把他打就会打的。就是那个感觉，日本人就觉得那我在台湾好过瘾大拉拉的到处走都没有问题啊。可是为什么我一到大陆就要那么紧张？那这样的这种恶意的螺旋我觉得就是不断的上升，再加上这个首相，你再继续讲这些东西是没有对中日关系是没有帮助，只会加强彼此的敌意，到最后就是误判。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日中关系，你如果说把历史的部分稍微对付一下，就像你去什么跟荷兰去道歉，为了印尼去道歉为了去跟澳大利亚去道歉，你为什么不跟最主要的受害者道歉我觉得这个是日本，如果今天这个处理得好，其实日本人不用担心，因为如果你今天看过去历史里头，中国真的有跟日本
打过仗的，对不起，都不是汉人哦，是蒙古的哦，或者是这个清朝的打的。那现在看起来其实是可以和解的，但是我觉得日本没有要想那么做。那日本今天当然，他过去跟我觉得这个就是历史，就是你在70年代的时候啊，60年代那个日本的反战跟反核。这个力量是很强，因为他们都觉得我们2次大战的时候是军国主义，我们是受害，就是受到最后的结果被长崎、广岛2个这个吓到了啦。对，那现在啊，历史就忘记了哦，就觉得我要再出头了。日本以前都愿意接受，那美国那个时候还担心日本不能给他太多的军事力量，怕他军国主义复苏。可是现在为了中国。他就放行，让日本你想要搞什么就搞什么。是，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亚太地区和平不是好事。对，其实美国的最终利益还是在自己的，还要保护他自己。如果2大国一旦发生冲突，那世界就不，他用日本去消耗，就像用乌克兰去消耗俄罗斯一样嘛。对，所以有美国的目的所在啦。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好，美国人现在生活有多苦呢？我们看到连麦当劳、速食店都吃不起哦。好，我上网爬了一下哦，现在好像美国普通的大麦克套餐竟然要新台币400块啊！好，大概是台湾的3倍左右。那是高高在上的川普哪懂民间疾苦啊？所以呢，他依然在豪华的球场来办这个晚宴。好，直到他现在身边好像出现了一个带枪的诡异男子。好，这怎么回事呢？这是不是就是不得民心之下所发生的个事件？好，这个男子啊，他愧罪的勘察川普高球场被逮了。好，这名男子是38岁哦，他在总统造访这个高球场的前几天哦，就在球场四处的拍照录影，疑似在观察维安部署，就被便衣探员逮捕，对他搜身，结果在裤子口袋里搜出一个装满空间弹的16发弹匣。好，川普其实当时就搭乘着空军1号要前往加州。那警方宣布逮捕行动的时候，川普在飞机上，那在周2晚间抵达加州，那他要出席的就是私人高尔夫球场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晚宴。那警方事后又从这名38岁男子车上跟住家搜出了大批枪支、防弹衣跟弹药，甚至还有写满令人担忧言论的笔记本。好，看起来如果这个便衣探员没有及时的把他抓住，恐怕后果就不堪设想。好，但这个社会事件反映出就是川普现在做的事情，美国人很不满。好，我们知道美国人很多是可以身上带枪的，那这就对美国总统川普是有威胁性的。那就看到一轮讲的，美国人现在吃不起麦当劳好，那当然就是通膨增加，那跟美伊冲突夹击，现在美国的麦当劳低收入客也缩手。好，这是他们公布的第2季度的财报，说至少开业1年的门市同店销售额小幅增长0.8%。好，但是跟2025年同期的2.5%是大幅的放缓。所以麦当劳就曾经在5月警告高油价跟消费者对美伊冲突的担忧就会影响他们的销售结果。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户的美国人来说是打击最大，挤压到他们可支配的支出。好，所以连麦当劳都吃不起。麦当劳算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可能在比较评价上中一个指标了好，那川普支持度说跌到了35%。那路透的民调说民主党近10年是首度在经济议题上面超越了共和党。那这项民调是在上周3到本周1来进行。那结果显示川普的施政满意度从上个月调查37%又下滑了2个百分点，到了35%，距离他本届任期最低纪录只差1个百分点。好，是危机那美国的媒体3号也报道说，1965年到1980年出生的 X 世代是对财务最没信心的世代。那美国空军为了战机引擎现在相当苦恼，因为不满战斗机引擎的品质跟交货的效率，所以美国的空军发出了严正的警告，就说现行军用的引擎的供应链存在着生产的延误、品管瑕疵跟关键零件技术过时等重大的挑战，所以要开展一项多年期的战机发动机的采购专案，不排除会引进全新的制造商，还有打破现有的垄断跟产能的这个瓶颈。
那焊接机跟起重机等14项哦，好像都在劫难逃。主要就是美国商务部在4号联邦公报发布的通知，他们建议扩大对钢、铝还有像是铜产品所延伸的一些关税范围。好，那就有14类的连生产品纳入，那征求外界对这些产品新增的意见。那路透说，川普政府现在起草禁令，说不让录制的新型光纤收发器进入美国，说最快今年可能就能实施。那推动关键自主的矿产哦，现在川普预料会出席一个矿业高层的会议，就在7号。好，他们邀集了国内顶尖矿业的企业商来讨论发展前景的圆桌会议。所以看起来哦，整个就是想要去中化嘛，所以川普现在也施压国防供应链要去中化。洛克希德马丁转向的是美加来采购关键的矿物。但是大家知道，从中国大陆把这个稀土收紧之后，美国试图在找出口但是我看起来还没有找到。好，那我们看到一开始的这个恐怖威胁又再次遇到。好，那当然现在大家的讨论是因为美国的通膨可能实在问题太多了。好，那川普就会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我们先问赖老师怎么看？川普的内外的政策都会激起这个强烈的矛盾，而且呢，他的个性也会激化这个矛盾，让它上升到非常高的这个沸点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内部里面，他的治安维安的力量，坦白说是压力很大啊。他的特勤人员，他们的工作压力很大，因为有太多人想在内部里面刺杀这个川普，所以川普他自己本身在国内他也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美国人很多人想要杀他，另外就是外国人也想要杀他尤其是伊朗从他炸了这个伊朗的最高领袖等48人之后，我们看到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的儿子哈梅内伊小哈梅内伊，他在追到他的父亲的时候，他就下了这个报复令了，也就是复仇令。这个伊朗的复仇令一下以后是终身追杀，所以对于川普来说，他也担心他跟他的家族、他的家人的人身安全，因此他的特勤局已经向美国这个申请海服庄园跟纽约的这个川普大厦的禁飞区目前来讲，就是有纽约的川普大厦的禁飞区是同意的，但是海服庄园没有被同意。所以对于川普来说，他希望的是永久禁飞区，因为他怕911事件，或是怕有人操控无人机去撞他的这个他的在纽约的这个川普大厦，造成他家人的伤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他本身非常害怕他也怕死，他也怕再被杀，或是他的家人被杀。他前段时间派他的 FBI 的局长跑去俄罗斯见普丁，我们就高度的怀疑是不是他在敦请这个普丁帮忙跟伊朗这边做对不起做调和。也就是说，看伊朗能不能撤回他的这种追杀令，因为这个对于川普卸任以后，他的维安就不会像他现任那么的严谨，可能有秀出一些危险讯号。我觉得他本身的压力事实上是很大的这个就是这个我觉得川普本身在施政的时候，他引起了那么多的一个纷争。另外，美国的国防工业的发展确实面临很多的挫折。这个挫折有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来自于它的稀土。它的稀土在过去长期以来很依赖中国大陆。那虽然它有一些稀土公司在吹牛吹说他们很快的就会突破，可是有理性的、懂科学的分析都认为说不切实际。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美国的大学院校已经没有足够的科系老师来培养这些人才。所以你的人才是稀缺的，除非你从中国大陆那边你去挖了一堆人才进来，这是第一个你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你没有这个技术，你没有这个专利。第三个是你没有这个设备。那因此你要在短时间内突破这些研发可能性不大，但是长时你当然会突破，因为那不是一个绝对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说1-2年内要解决美国的稀土问题，那些都在吹牛。是，好，我们接下来问郑生教授怎么看？我想这个稀土的问题其实美国我一直我在很多节目都在这个节目也讲过，
稀土是一个高度污染的那如果今天大陆已经为了生产稀土有一些环境上面做了妥协了，你们这些使用稀土国家应该感觉到哇还好没有污染到我自己的地方。但今天当然美国现在共和党是希望能够自己做，可是民主党上台的时候，我觉得不一定就是环保意识比较强的可能不会愿意这么做，所以应该是当享受比较来源可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好好做当变成让他跟大陆关系搞坏了以后，你去搞那些无谓的关税，结果人家用稀土报复，你还不如撤掉关税把这个稀土的贸易正常化，对你是比较好的。而且基本上我们美国是一个相信自由贸易的，哪个国家强于哪一项，你就让它生产嘛，大家都有一个比较优势。美国现在好像要回到那种保护主义时代，什么东西都要我自己生产，那对不起。像刚才我们提到麦当劳，什么东西都要你自己生产之后就很贵了因为这个不是你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是美国要改的。那至于川普确实是一个我们讲说很会让社会极化的不仅是政策而是他这个态度讲话的时候，你会激起人家很大的反感反弹的。然后美国的共和党又一再强调枪支拥有枪支的权利那你又没办法管制枪，然后你今天自己又喜欢变成这种让自己感觉上会变成这个枪支的这个受害者的时候，我觉得川普大概也不会改变。但是他真的像赖老师讲了，你今天要下台的而且还有你这么多家人，说不定美国会保护你总统，对不对？卸任总统，可是你的儿子、你的这个小孩，他们不一定会有这么多的时间来保护你，除非你今天贪污够了，钱够多，每一个孩子摆一堆这个保镖在旁边，那否则的话，这个账我觉得如果说是伊朗来算，那他可以慢慢跟你算了，对不对？这种报复心态，我觉得是很难改变的。那川普如果今天不去检讨他的政策，他的支持率现在变低的话，我认为他下面还有期中选举都会是一个大的问题是，而且我觉得他也是不会改变了因为如果会改变的话，他现在很多事情他早就已经被民调看的就大概会有一些调整。但是你看他民调37下一个月变成掉2%，会不会掉更多？我们也观察一下。好，我们接下来问永明教授怎么看？川普的民调现在当然是每况愈下了，不过共和党也是一样。过去这10年来，他们做民调，在这一次的民调当中出现一个我们这里没有提到，但是很重要的转变，也就是选民现在对于民主党的经济政策的信任度高于对共和党了。这是过去这10年没有出现的，即使是在拜登时期，虽然民主党执政，因为民主党可能比较偏重在社会福利。那美国是一个比较重个人自由，或者是这些美国的这个理念价值，所以他对民主党的政策总觉得你好像比较偏重社会福利或者是这些比较弱势的。结果现在呢，他们现在比例上高1%，37%对36%，但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同时，你看到大概已经登记准备要投票的这些美国人他们的民调呈现42%支持民主党，36%支持共和党，而选为自己是这个不偏向任何一党的独立选民里面，也高达12%的这个差别，比较偏向民主党。所以可见这次民主党里面在众议院是全部改选435席，但其实因为他2年改选一次做美国的众议员很辛苦，每2年要选一次，那但也表示什么？你就可以持续的经营你的选区，真正会有争议的、会有改变的，其实并不多，大概算起来30多个，这30多个现在偏向民主党的可能性比较高。换言之，民主党有可能在期中选举真的就一举拿下了众议院的多数。那当然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这个共和党输。同时，川普变成一个跛脚总统。可是川普会跛脚吗？他绝对不会认输的。所以以他的个性，他可能会更激烈的作为。不要认为说，当川普跛脚，他的势力就会消退，而且他可能就会比较听国会的话，刚好可能相反。那他会产生怎么样对国际更大的冲击？
你就跟你国内搞不好的时候，国内治理无能，你就来找国际上的这个冲突。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要警惕的哈。那至于讲到这个资料中心，美国不准中国大陆的资料中心的 AI 资料中心的零组件进入美国，你放心啦，美国的资料中心现在盖不起来了，因为有800个资料中心在到处在做，主要集中在维吉尼亚、德州跟就是加州，但是这已经有1/10宣布停工。为什么？没电，因为美国的电网很旧，同时还有什么民众反弹。现在的民调，民众反对资料中心比反对核电厂更严重。带你转达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议伦好，各位朋友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过去的第一岛链是美国围堵共产势力扩张的防线那台湾当然是在地缘政治当中很重要的关键位置。好，那今年好像现状改变了中共的灰色地带威胁常态化，而且不断的蚕食我们的海峡中线跟禁限制水域。那这是不是代表过去这个美军传统的第一岛链被跨越了呢？所以现在台海面临了一个新的局势发展。我们看到就是赖总统他最新在一个场合上面也特别在讲到了中国的民促法。好，那他说这是一部国际社会应该团结反制的恶法。台湾不会接受统战渗透跟红色恐怖，那也不会坐视中国将压迫的黑手伸进台湾。好，他再度对了中国的民促法进行炮轰。那我们也看到，确实目前两岸的交流虽然受阻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包含了这个有6所台湾的学校青少年棒球队被带去中国交流。好，但因为它是自由时报报道了它是取名叫做马祖黄鱼或是新北出黄口刻意规避了校名。那开幕是由国台办的副主任来开球。那陆委会对此就痛批说不乐见单纯的体育交流活动因为政治性的安排而变质，变成了中共对台统战的工具。好，那现在抗中会赛的袭扰，那国防部现在也恢复了反共的爱国教育。那还有大家就想说现在赖总统的政治格局是不是就只剩2个字，就是抗中？好，因为赖总统在接见日本自民党青年局长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台日最大的威胁是中国持续对周边国家进行灰色地带的侵扰，还有海上的胁迫。说当前台湾面临的食安但是赖总统看起来他讲的一句话，好像清楚的证明他已经黔驴技穷。好，这个是联合报的即时短评所说，觉得无论对内对外，赖总统只有2个字，就是抗中，而且要爆屌屌以前可以爆台独，现在台独不都爆了，就只能爆抗中。好，那现在我们看到了美国是不是也极力在安抚台湾呢？因为我们先看这个是麦考尔最近也来到台湾，然后有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方案他说很快就会由川普送交国会来审查。他说中共武力统一的企图永远不会成功，那美国会永远是台湾的坚定伙伴。好，那赖总统也有相关回应他说期盼台湾的国防合作从单纯的军备采购要走向这个共同研发跟共同生产，那就是无人机的攻防、不对称战力跟全社会的防卫韧性。那为什么议伦说这个要安抚台湾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嘛，最近不是有什么英语老师在台湾也就是说台美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频繁。顾立雄还非常罕见的公开来说这件事情。那台美秘密军事合作非常罕见的被公开之后，现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是认为台湾正逐渐的公开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的美军在台训练活动。好，这项动作就像北京在传达讯息，就是尽管川普的发言似乎破坏了台美关系，但是双方的关系依旧牢固。但是有学者认为这个举动在安抚的是台湾内部的
以美声浪。好，那我也认为这个安抚台湾的讯息比较多啊，因为跟北京市讯息，北京也没有在管嘛那台海是不是没有灰色地带呢？只有美国的霸权焦虑。好，这是香港01也有做了一个分析，他说美中在台海跟西太平洋的竞争，其实是军力跟管辖范围之争。不管是灰色地带也好，还是太平洋陷阱也罢，都只是美国试图要维持既有秩序的工具。但是当中国已经有能力的走出近海，美国却仍认为太平洋只能由自己主导。那美国无法不双骄的霸权自恃跟焦虑才对。我觉得现在美国看起来整个在第一岛链的这个掌握权变弱了之后显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霸权焦虑。那中国大陆现在是进逼第一岛链吗？因为我们看到解放军有一个新片再秀南海肌肉。好，我们看来这个影片就是解放军他们强调具有强大的海防能力，包含最先进的无人机网军部队，还有航母战舰编制。那军事专家说，中共正寻求的将航母部署在台湾东部的水域，那让该片这个海域从美军的防卫门户变成共军的决定性战场。所以台湾东部的海域接下来会不会成为中共的关键战场呢？大家有一些讨论。好，我们看到了中国其实有在做一些布局，包含是北斗卫星，现在已经超车了 GPS。那美国智库跟军方就指出中国部署的北斗卫星已经达到了56颗，那规模已经超越了美国全球定位系统，那也提升了解放军追踪美军目标以及长程精准打击的能力。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确实在第一岛链上面不管是台海是南海，中国大陆他们的军事发展越来越强劲之后，动作自然也越来越多。那当然，过去我们会觉得只要这个跟对岸之间的这个东西互相互重就好，但是也看到赖总统不断的对岸来进行挑衅那恐怕这都是改变现状的很大原因我们先问赖老师怎么看目前的形势发展？台湾的民众确实不希望说赖清德一直在挑衅中国大陆因为我们都希望两岸能够和平，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的民调，甚至台湾很多的年轻人都认为说，两岸应该要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不管是两岸的未来要怎么走，都可以坐下来谈，不要用这种挑衅、对骂，然后甚至要展现这个肌肉的方法来去这个让两岸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然后不断的去筑壁垒、封锁，然后不让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这是台湾的民众最不喜欢、最不想看到的事。至于您提到的有关于岛链的问题第一岛链。其实日本才刚刚说明日本的防卫省刚刚说得很清楚，说中国大陆的主力战舰，也就是联55湾盾级的112垂发的垂直发射的这个主力战舰，还有联52D也是主力战舰它是64枚垂发所以这2艘战舰再搭配这个903的补给舰，已经几乎环绕日本一圈了。从青岛就从北边一直绕到宫古海峡，然后再往冲之鸟礁走，在冲之鸟礁进行实弹射击，再往硫磺岛走硫磺岛我想观众朋友都已经耳熟能详了，美军跟日军激战最激烈的就在硫磺岛之一那么又往北走，那你也看到了就是绕到了东京湾，东京湾就是横须贺军港的一个所在地，然后再往北走，到了北海道再往南走一点点，穿过了宫古海峡，也就是说，把整个日本几乎都绕了一圈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美国、告诉日本、告诉台湾，没有所谓的第一岛链了。另外，大陆的2个航母战斗群曾经对于菲律宾的东西侧进行夹击，这个也告诉你说，在南海这个部分也没有所谓的第一岛链，也就是美国所打造的第一岛链，美国自己本身太平洋司令帕帕罗都心知肚明。第一岛链早就不存在，所以美国已经把它在日本的重要的战略基地，也就是过去是永久设的战略基地都撤走了，现在转变成为任务编组，也就是说，美军现在是用轮调的方法进入日本，而不是把它原本固定设在那个地方的基地。这个就代表美国他们的战略中自己本身也说，尤其美国的太平洋司令、美国的五角大厦，他们现在要守住的是第3岛链。
也就从阿拉斯加到夏威夷到关岛。那我想在这个逻辑已经很明白了，也就是早就不存在第一、第二岛链。美国自己帕帕罗在这段时间也透过视讯，在马来西亚他也说，我没有要跟中国大陆对抗。我不寻求跟中国大陆对抗，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跟大陆对抗。他说我要用实力来吓阻中国大陆，吓阻就是让大陆害怕。可是大陆已经不害怕了。美国的华盛顿号航母就在菲律宾要闹事的时候进入南海，中国大陆宣布战备演习，就躲得远远的。他就远后来跑去越南的岘港，躲在那里，到今天为止不敢出来，因为大陆开始宣布在南海地方打实弹演习，而且从8月3号一直应该8月34号要打到8月8号，他就躲在那个地方不出来。这代表什么？美国早就怕这样的一个跟中国大陆爆发冲突。既然怕，不要演，不要装。台湾的老百姓也不信任美国，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一直在强调他跟美国的关系有多好，然后又曝光故意把美国的这些顾问人员，美军在台湾的顾问人员都是我们台湾付的高薪水不是美国政府付的是台湾人民的血汗钱，一块一块都是几十万这样在付给他们，然后在台湾吃香喝辣的，这个是人民的血汗钱好，你看到越多的美国人，就是台湾付的钱越多。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地方是在不要听美国政客讲的话，什么他一定对台湾的承诺，你连承认台湾都不敢，跟台湾建交也不敢，跟大陆断交也不敢，然后跟台湾建立军事同盟条约也不敢，到今天什么都不敢的情形下，你还说你对台湾的承诺，别掰了，你连一个有约束性的条约都不敢，你还说你的承诺？你的承诺值不了1毛钱。好，永明教授怎么看呢？我觉得接下来这1年、2年到3年之间整个第一岛链是会非常的不稳定的，因为2个大国在冲撞。那现在的这个霸权，美国其实各方面都在衰弱，连伊朗都搞不定，和我们这海峡都没办法维持这个通航。然后呢，内部非常的混乱，川普一天到晚受到威胁，可是呢到处赚钱，可是他也把第一岛链的这个军事部署做移动，把海军陆战队移到关岛去，就往后移。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的军事发展太快了。这2天媒体的报道，南华早报的报道，光是数字而言，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已经节节败退。又讲什么数字？海军军舰的数字，370艘解放军，美国这边200艘，就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总部加上第7舰队。但是呢，那个建制、年份、功能差很大。那你当然说美国是全球驻军但是呢，这是在讲区域的这个竞争，所以他已经把整个布局往后拉。同时，因为中国的核武的发展，东风31A、巨浪飞弹，所以2个就呈现的是什么？叫大国核武吓阻。简单的说，彼此不会直接打仗了，就从冷战时候到现在就开始打代理战争。我们这个概念讲很久你可能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但是呢，当你在眼前的时候，你正在看的第一岛链越来越像一个代理战争线。为什么？因为日本跳起来要做副警长了，我们等一下谈。那台湾呢？台湾现在大家都知道嘛，中国大陆把台湾视为最核心的利益。那因此，对台湾现在呈现的是一个概念叫不统而统，其实就是要统。也就是说，现阶段它跟美国有个大战略，所以不急的眼前，但是它还是采取海域执法、外交、法理、融合政策、棒球队各种的方式，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开始在对外对内的做这个呈现。那台湾这边呢，赖清德也很努力的在做不独而独，因为当川普说我不会为台独而战，那赖清德说没有台独问题。你相信吗？你相信赖清德说没有台独问题吗？我们台湾人都知道，赖清德是务实台独工作者，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也就使得不独而独就是要独。以前台海之间还有一个维持现状
两岸政治基础，不管是中华民国宪法、9·2共识、反对台独的一个就是维持现状的一种模糊的缓冲。现在这些都没了。面对中国大陆越来越强势展现的不统、儿统、军事、海警灰色地带的执法，面对台湾这边一心一意就是要走不独而独，因为内政搞不好，只有搞这种诉求、民粹、意识形态碰撞，然后呢，中美在碰撞。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时间点大家真的要谨慎，真的要了解我们在历史的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当中。是，好，郑生教授怎么看呢？我想第一个，这个赖清德或者我们陆委会讲到这个青年这个棒球队去交流，对不起我一直怀疑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名字？是怕台湾呢？不是怕什么？不是被统战呢？是怕回台湾有麻烦？因为真正统战每一次，譬如说我是政治大学，那我到了大陆去交流的时候，他们一定说你是台湾政治大学，不会说国立政治大学。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嘛。可是小学他现在会说国立什么小学吗？没有嘛。所以他用什么小学是没有问题的。那换了名字，我觉得是怕台湾搞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民处法搞了个半天，我刚从大陆回来，我觉得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嘛。因为你如果今天只是一个旅客，你去那边会有什么事情？我觉得真的是不要把它想象的每天好像就觉得说创造那种被包围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不必。那另外当然，我觉得讲到 Macau 必须我要讲一下，这个是美国国会里头即将要退休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因为美国的众议院现在都有委员。这个主席要有轮班制的，所以很多人做完了主席之后就觉得再回到阳春委员就不想做了所以他这一届做完就不做了。那不做了会不会变成台湾说客？不会，因为他太有钱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他是国会那个少数最有钱的议员之一，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讲完这些话，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台湾也不要想说，他下来以后可不可以帮我们来做说客？以为是个承诺这个承诺我觉得不必了。他就自己他有一些信念，我觉得他要讲，但是呢，能不能做到什么东西，确实是我看不到。那至于说台湾过去真的是我们讲说我们是不成的航空母舰，我们是第一岛链，我们有过一个军事的优势，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民主国家我们的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像美国市场经济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军事上面美国需要的，所以美国跟台湾关系很好。大家会去想说，美国不是很在乎民主吗？对不起，冷战时间他没有在乎。等到譬如说到了1970年代，他要跟大陆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我们的经济已经变成自由经济了，那他也没有很在乎，他跟一个完全是计划性经济的打交道，所以不要再相信什么价值会或者我们跟美国什么价值同盟，特别是川普跟赖清德大概只有一个价值比较像，就是谎言比较多了，其他没有了。郑生老师讲的是比较大白话一点了。对，好，观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